就在今天上午，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出生人口数据，高达到954万，相较于2023年的902万，足足增加了52万。这一增长看似数字上的微小变动，却打破了自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下降的严峻记录。难道说生育率要反弹了吗？然而，展望2025年新生人口形势，却依然充满了挑战与不确定性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，2024年龙年的生育小高峰可能会对2025年的新生人口有一定的后续影响。24年的生育率反弹主要还是疫情后的生育补偿。疫情期间，不少夫妻推迟了婚育计划。随着疫情得到控制，这些被压抑的生育需求在2024年集中释放，形成了生育补偿效应。另一方面，2024年农历年中没有立春这个节气，因此被称为寡年，很多人会把结婚计划提前，这导致了2023年结婚人数出现阶段性止跌反弹，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768.2万对，同比增加84.7万对。结婚人数的增加为2024年的出生人口增长提供了基础。然而我们可以看到，根据民政部2024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，2024年前3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.7万对，同比大幅减少94.3万对，由此估算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在601万对至659万对之间，会比2023年减少100W 左右，说明补偿性需求基本结束，结婚人数递减的态势仍在持续。同样的，也会影响2025年的新生人口数据。再叠加我国育龄妇女数量逐年走低，自2017年以来，我国15至49岁育龄妇女规模已累计减少了约4000万人，预计到2030年，这一群体规模将降至不足3亿人。可生育的适龄女性基数在不断减少，即使生育意愿有所提升，也难以避免对出生人口数量产生下行压力。社会观念的多元化也使得传统的养儿防老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逐渐淡化，年轻人对生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再像过去那样认同，更加理性地看待生育问题。同时，2025年是蛇年，部分人受传统观念影响，认为蛇年不吉利，结婚生子的意愿可能会降低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新生人口数量。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，但在一些地方，政策的落实和完善仍任重道远。生育补贴的发放流程繁琐，申请条件苛刻，补贴数额对于养育一个孩子的花销来说，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根据育蛙专家团队发布的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》，全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.8万元，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。这些费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另外，育儿假的落实情况也不尽如人意，部分企业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予员工育儿假，未婚未育的女性在求职时遭到性别歧视等等，都使得政策沦为一纸空文。综合来看，2025年新生人口形势严峻，政府、社会和家庭需要共同努力。政府应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完善配套措施，切实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问题。社会应营造有利于生育的良好氛围，减轻年轻人的生育压力和焦虑。家庭则需在个人发展与生育之间寻求平衡，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。只有三方共同发力，才有可能缓解新生人口下降的趋势，否则新生人口总量的下滑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，人口老龄化、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将进一步加剧，将会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。